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咪33。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创作者痛哭流涕的视频，他们呢，有的是在自己家里哭了足足有7分钟，有的是在喧嚣的教室里忍不住落泪，连话都说不上来，有的呢是宿舍集体破防，就连自己面前的关东煮都不香了，有的丝毫顾不上维系自己淑女的形象，任由涕泪流到嘴边。这些痛哭的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嘴边都出现了2个名字，国王排名和波吉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，这国王排名和波吉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能让这么多创作者痛哭流涕呢？国王排名是今年10月的一部新番，而波吉呢，是这部番的主角。截止到10月15日，这部番也才更新了第5集。然而看过的观众大多都已经将它视为10月乃至年度的霸权之作。这并非空口无凭，除了剧情本就催人泪下，作画质量也是同期的上乘。在第2集中就已经出现了动作流畅、运镜高级的打斗作画。其实早在开播前就已经有不少知名杂谈创作者、动画爱好者从原作、制作阵容等方面奶这部作品，如今他也众望所归，交上了一份让圈内圈外都满意的答卷。国王排名的主线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位弱小的王子想要成为伟大国王的故事。然而这一目标对王子来说却又难以触及，因为他虽然是大王子，却天生聋哑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没有一丝大王子的威严，经常被臣子和民众取笑，就连自己的后母都不希望他成为国王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乐观地看待未来。在遇到第一个能够与他平等交流的朋友后，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毕竟是新剧嘛，33不能做人神共愤的事，剧透那是会摊上事的哦。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部作品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能够戳中广大漫友们的泪点呢？波吉在遭到影之一族卡克的打劫后，光着身子返回城堡，这滑稽的模样再一次受到了民众取笑。刚踏进城堡，又遭到了后母西林的责备，更当众取笑他没有成为国王的资格。所有人都知道波吉天生聋哑，只是他们却不知道波吉能够读懂唇语，也会观察人们的神情。因此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自己被身边人嘲笑。作为大王子，他又不能在他人面前示弱，只敢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的落泪。正当观众的情绪被他的哭声调动起来的时候，波吉突然又将自己的泪水憋了回去，再次强颜欢笑的面对身边人。此时有细心的观众发现，他从委屈落泪到坚强面对仅仅用了2秒钟的时间。想象着波吉所受的委屈和坚强的内心，观众们却花了不止2秒的时间为他落泪。2. 我们再来看波吉的后母西林，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坏，第二感觉呢是真坏，第三感觉是坏透了。然而当我们把这2个画面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漫友们瞬间就泪崩了。原来后母西林一直以来的冷言冷语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波吉，只希望他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烦恼、无忧无虑的环境中。这种想法与现在的父母是何其的相像，不期望你有多高的成就，只希望你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。3. 贝宾，2王子的师傅，用小蛇暗杀波吉。抓了波吉唯一的朋友。想要击杀拥护波吉的阿蒂斯。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告诉我们，贝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角色。然而随着剧情的不断展开，我们会发现原来事实并非如此。那许多小蛇是他刻意安排用来训练波吉王子的。从这里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贝宾和波吉存在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。追踪卡克也只是为了帮波吉试探他的忠诚，甚至委托卡克成为波吉的护卫，暗中保护波吉。
至于追杀阿碧斯，或许是为了向戴达王子献出自己那最后的一点忠诚。作为一部绘本风格的动画，居然将人物细节刻画得如此细腻，悬然泪下的同时又发人深省，确实值得我们期待。OK， 三三就说这么多，还没看过的同学可以去补番咯，我们下期见。